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正在悄悄杀死全世界数亿人的隐形杀手。它不像心脏病那样轰然倒地，不像癌症那样让人闻之色变，它更像一个潜伏在你身体里的定时炸弹，每天滴答滴答，等你50岁以后忽然发现的时候，导火线可能已经烧了10年。这个杀手叫做糖尿病，更准确的说，叫做第2型糖尿病。而最恐怖的是，在它正式宣判你之前，有一个长达数年甚至10几年的灰色地带，医学上叫糖尿病。前期全球估计有超过5亿人正处在这个灰色地带，很多人毫不知情。但今天真正要聊的不是让你害怕，而是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有一位医师，他自己就曾经踏入糖尿病前期的门槛，结果他没吃半颗药，仅仅靠改变生活中3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就成功把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不是吃什么神奇保健品，不是花大钱做什么高科技疗程，就是3个习惯。听起来不可思议，对吧？但当你了解糖尿病真正的运作机制以后，你会发现这背后的科学逻辑简直精妙的令人拍案叫绝。好，那我们先从根源说起。你的身体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场精密的化学战争。每当你吃下一口饭、一块面包、一碗面条，甚至喝一杯看似健康的果汁，你的消化系统就会把这些食物分解成葡萄糖，然后送进血液里。血液里的葡萄糖浓度一升高，你的胰脏就会接到警报，立刻派出一支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胰岛素。胰岛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敲开你全身细胞的大门，让葡萄糖进去，变成能量供你活动。这套系统在你年轻的时候运作得天衣无缝，吃什么都没事，熬夜吃宵夜也没事，喝含糖饮料也没事。但问题是，这套系统并不是无敌的，它有一个致命弱点，叫做胰岛素阻抗。什么叫胰岛素阻抗？想象一下，你家门口有一把锁，胰岛素就是钥匙。正常情况下，一把钥匙就能打开门，葡萄糖顺利进入细胞。可是当你长年累月吃太多精致碳水化合物、含糖食品，或者长期缺乏运动的时候，你细胞的门锁就会开始生锈。一把钥匙打不开了，胰脏就得派出2把、3把、5把、10把钥匙。胰脏拼命加班加点地生产胰岛素，刚开始还撑得住，血糖勉强维持正常。你的体检报告上一切看似安好，但这时候你的身体内部已经在打一场消耗战了。这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真相。你的空腹血糖可能还在正常范围的上缘，大约100到125之间徘徊。你的糖化血色素可能在 5.7% 到 6.4% 之间游走。医生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你说血糖偏高，注意一下饮食，但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胰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而当胰脏终于撑不住，产能崩溃的那一天，血糖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飙升，正式进入糖尿病。到那时候，你可能就得一辈子吃药、打针、监测血糖，甚至面对失明、截肢、肾衰竭这些可怕的并发症。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个糖化血色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医生这么重视它？糖化血色素，英文缩写叫 HbAEC，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指标。你的红血球大约每3个月更换一次，而血液中的葡萄糖会像胶水一样粘附在红血球表面的血红蛋白上。血糖越高，粘上去的葡萄糖越多，糖化血色素的数值就越高。所以它反映的不是你此刻的血糖，而是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它比单次空腹血糖更能揭示真相。因为你可以在体检前1周突击控制饮食，让空腹血糖暂时好看，但糖化血色素骗不了人。它记录的是你这3个月的真实生活。正常人的糖化血色素在 5.6% 以下， 5.7% 到 6.4% 就是糖尿病前期，超过 6.5%， 恭喜你正式确诊糖尿病。而那位医师的故事正是从这个数字开始的。他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自己的糖化血色素来到了 6.1%， 空腹血糖也超过了110。身为医师，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回想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忽然发现问题出在3个他一直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习惯上。
而当他下定决心把这3个习惯改掉以后，仅仅6个月，他的糖化血色素就降回了 5.3%， 空腹血糖回到90以下，胰岛素敏感度大幅改善，内脏脂肪明显减少，没吃一颗药，完全逆转。那究竟是哪3个习惯？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第一个坏习惯，听起来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做，甚至觉得这是健康的。这个习惯就是吃饭太快。你没听错，吃饭速度竟然跟糖尿病有关，而且关系还不是一般的大。日本曾经做过一项大规模追踪研究，发表在2017年的美国心脏学会年会上，研究者追踪了将近6万人，长达5年，结果发现吃饭速度快的人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比吃饭速度慢的人高出 11.6%。 代谢症候群是什么？它就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的超级组合包，是通往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高速公路。为什么吃饭快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原因其实很好懂。当你狼吞虎咽的时候，食物被快速打碎送入胃肠，葡萄糖以极快的速度涌入血液，血糖瞬间飙升，胰脏被迫紧急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这就像你开车一脚油门踩到底，引擎瞬间承受巨大压力。偶尔一次没事，但如果你每天3餐都这样干，你的胰脏就会长期处于应急状态，久而久之，胰岛素阻抗就这样一点一点累积出来了。更要命的是，你的大脑有一个饱足感信号系统，当你吃东西的时候，肠道会释放一种叫做 GLP-1 的荷尔蒙，它会告诉大脑够了，别再吃了。但这个信号从肠道传到大脑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如果你5分钟就把一碗饭扒完，信号还没到，你已经吃撑了。长期过量进食，多余的能量就会变成脂肪，尤其是堆积在你肝脏和腹部周围的内脏脂肪。说到内脏脂肪，这里必须展开讲一下，因为它才是糖尿病背后真正的大魔王。很多人以为胖就是皮下脂肪多，肚子上能捏起一坨肉，但内脏脂肪完全不一样，它藏在你的腹腔深处，包裹着你的肝脏、肠道、胰脏。你从外表看可能不胖， BMI 可能正常，但如果你的腰围超标，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那你很可能已经是隐形胖子了。医学上叫做中心型肥胖或者代谢型肥胖正常体重。为什么内脏脂肪这么危险？因为它不是一团死肉。内脏脂肪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它会持续释放大量的促发炎因子，像是肿瘤坏死因子 TNF、阿尔法、介白素、IL-6 等等。这些发炎因子会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递，让你的细胞对胰岛素越来越无感，加剧胰岛素阻抗。更糟的是，过多的内脏脂肪还会让游离脂肪酸大量释放到血液中，这些脂肪酸会跑到肝脏，导致脂肪肝，而脂肪肝又会进一步恶化胰岛素阻抗，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你看到了吗？吃饭太快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加上过量进食，过量进食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内脏脂肪引发慢性发炎和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最终通向糖尿病，一条完美的因果链。那位医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迫自己每餐至少吃20分钟。他开始用小碗盛饭，每口饭咀嚼20到30下才吞咽，中间还会放下筷子喝口水或汤。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他说这是最难改的一个习惯，因为吃饭速度是从小养成的，改起来需要巨大的意志力，但效果也是最立竿见影的。他说光是慢慢吃这一项，他的餐后血糖波动就下降了将近 30%。 好，接下来第二个坏习惯可能更加颠覆你的认知，这个习惯叫做饭后马上坐下或躺下。我知道很多人吃完饭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瘫在沙发上滑手机，或者回办公桌继续工作，尤其是午饭后，眼皮打架，整个人只想瘫着不动。但你知道吗？饭后的30到60分钟是你身体处理血糖的黄金时段，也是决定你血糖曲线走向的关键时刻。2022年发表在运动医学期刊上的一篇统合分析，研究了多项实验后发现，饭后仅仅进行轻度步行，哪怕只是2到5分钟的短暂散步，
就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峰值。研究者发现，饭后站立或轻度步行，比起饭后一直坐着，餐后血糖的波动幅度可以减少多达 30% 到 40%。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当你走路的时候，你腿部的肌肉在收缩，而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者。肌肉收缩时，它会打开一条不需要胰岛素就能吸收葡萄糖的通道，这个通道叫做 GLUT4 转运蛋白的非胰岛素依赖路径。简单说，运动让你的肌肉直接从血液中吸走葡萄糖，绕过了胰岛素这个中间人，这等于你的胰脏不需要加班就能把血糖降下来，而且这个效果在饭后最为显著，因为此时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最高，肌肉吸收的效率也最好。而且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科学道理，长期久坐不动的人，他们的肌肉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会逐渐钝化，对胰岛素的反应越来越差。这就像你长期不开的一扇门，铰链生锈了，越来越难推开。而规律的运动，哪怕只是饭后散散步，都能让这些受体保持灵活，维持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位医师的第二个改变就是，每餐饭后他会出去走路10到15分钟，不是跑步，不是高强度运动，就是普通的散步。下雨天就在家里来回走，上班时就绕办公室走几圈。他说这个习惯不仅改善了他的血糖，连午后嗜睡的问题都消失了。因为午饭后的困倦，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血糖急速飙升又快速下降造成的血糖云霄飞车效应。当你饭后走一走，血糖上升曲线被压平了，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自然就减轻了。现在来讲第三个坏习惯，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扎心了。这个习惯叫做晚睡，更准确的说是长期睡眠不足加上作息紊乱。你可能以为睡觉和血糖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2015年发表在糖尿病照护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比起睡7到8小时的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约 28%。 而另一项更早的经典研究，芝加哥大学在1999年发表的实验中，研究者让一群健康的年轻男性连续6天只睡4小时，结果仅仅6天，这些年轻人的胰岛素敏感度就下降了 40%。 40%， 这意味着他们在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里，就从一个代谢健康的年轻人变成了接近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为什么睡眠不足会有这么惊人的影响？这里面至少涉及3条路径。第一条，睡眠不足会导致你的身体分泌更多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作用之一就是促使肝脏释放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血液，这是一种远古时代留下来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你的身体以为你正在面临危险，所以提前准备好能量。但问题是，你并没有在逃跑，你只是在熬夜刷短影片而已。结果就是血糖无端升高，胰脏被迫加班。第二条，睡眠不足会扰乱你的食欲荷尔蒙。具体来说，它会降低瘦素的分泌。瘦素是告诉你大脑我饱了的荷尔蒙，同时会升高饥饿素的分泌。饥饿素是告诉你大脑我还饿的荷尔蒙。所以熬夜的人特别容易嘴馋，而且偏偏想吃的都是高糖高脂的垃圾食物，炸鸡、泡面、珍珠奶茶、洋芋片。这不是你意志力不够，这是你的荷尔蒙在操控你。第三条，也是最近几年研究才逐渐揭示的，睡眠不足会直接损害你的肠道菌群平衡。2016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仅仅2天的睡眠不足就足以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使得与肥胖和胰岛素阻抗相关的细菌比例增加。而肠道菌群和代谢健康的关系是近年来医学界最火热的研究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肠脑轴和肠肝轴直接影响你的血糖调控、脂肪代谢，甚至影响你对食物的渴望。那位医师做的第3个改变，就是严格执行11点前上床的规矩。他把手机充电器从床头搬到客厅，设了一个晚上10点半的闹钟，提醒自己准备就寝。他说头2周非常痛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滑手机滑到凌晨1、2点，但他把这件事当作开处方一样对待，每天写下自己的就寝时间，
就像记录病人的服药记录一样。6个月后，他说自己不仅血糖改善，连工作时的专注力和情绪稳定度都明显提升了。好了，3个坏习惯我们都讲完了。吃饭太快，饭后久坐不动，长期晚睡，看似平凡无奇，但当你理解背后的代谢机制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就像3把小刀，每天在你的胰脏和血管上割一刀，一天不觉得，10年下来就是千刀万刀。但故事讲到这里，我还想带你更深入的看看糖尿病前期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可能连自己已经在前期都不知道。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数据，全球大约每2个糖尿病前期的人中，就有1个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状况。在台湾，根据卫生福利部公布的调查，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 25% 的人血糖偏高，其中相当比例处于糖尿病前期而不自知。50岁以上更是重灾区，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胰脏功能本身就在自然衰退，肌肉量在流失，基础代谢率在下降。如果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而且你以为糖尿病前期只是快要得糖尿病而已吗？不，糖尿病前期本身就已经在伤害你的身体了。2021年发表在《刺胳针子刊》上的一项大型统合分析显示，糖尿病前期的人比起血糖完全正常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经增加了 15% 到 20%。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正式成为糖尿病患者，你的血管就已经在承受额外的损伤了。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动脉粥状硬化，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脏病人在发病后才发现自己同时有糖尿病，因为这2个疾病的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代谢失调和慢性发炎。讲到代谢症候群这个名词，可能很多人听过但不太了解，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代谢症候群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组同时出现的代谢异常指标的组合。具体来说，以下5项中你只要中了3项，就被诊断为代谢症候群。第一，腰围过大，男性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大于等于80公分。第二，空腹血糖偏高，大于等于100。第三，三酸甘油酯偏高，大于等于150。第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男性低于40，女性低于50。第五，血压偏高，收缩压大于等于130或舒张压大于等于85。中了3项就是代谢症候群，而代谢症候群的人未来发展成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到6倍，发展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2到3倍。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这是你每年体检报告上那几个数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危机。那你可能又会问，既然知道了这些，除了改掉那3个坏习惯以外，还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逆转？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关于饮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一个概念，叫做升糖指数和升糖负荷。升糖指数就是衡量一种食物吃下去以后，血糖上升速度有多快。白饭、白面包、白粥、含糖饮料，这些都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就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而糙米、燕麦、豆类、大部分蔬菜，这些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血糖上升比较缓慢，胰脏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应对。但光看升糖指数还不够，同一种食物，你吃多少量，影响也完全不同。所以科学家又发明了一个指标，叫升糖负荷。它把升糖指数和食物的实际摄取量结合起来。举个例子，西瓜的升糖指数很高，但因为西瓜含水量极大，你正常吃一片西瓜的升糖负荷其实不高。反过来，某些看似健康的全麦面包，如果你一次吃3-4片，升糖负荷也不低。所以真正聪明的吃法，不是完全不碰碳水化合物，而是选对种类，控制分量。更重要的是进食顺序。日本在2015年的一项临床研究中发现，如果你先吃蔬菜和蛋白质，最后才吃碳水化合物，餐后血糖的峰值可以比传统吃法降低 30% 到 40%。 原理很简单，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你的胃里形成一层缓冲带，减缓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吸收的速度。这个方法完全不需要你改变吃的东西，
只需要改变吃的顺序，就能大幅改善血糖反应。再来说说肌肉，我前面提到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者，这意味着你身上的肌肉量越多，你的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就越强。但问题是，人过了30岁以后，肌肉量每10年大约会自然流失 3% 到 5%。到了50岁，你可能已经比巅峰时期少了1-2成的肌肉。这种肌肉的流失叫做肌少症，它和胰岛素阻抗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19年，韩国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追踪了数万名中老年人后发现，肌肉量低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比肌肉量正常的人高出将近2倍。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原来预防糖尿病不只是要少吃糖，还要练肌肉。所以那位医师除了改掉3个坏习惯以外，他还开始每周做2到3次的阻力训练，不是去健身房举很重的杠铃，就是在家用弹力带做深蹲、弓箭步、伏地挺身这些基本动作。他说刚开始1个月其实看不到体重有什么变化，但他明显感觉到精力变好了，而且3个月后抽血检查他的胰岛素敏感度指标改善了将近 25%。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看看全球层面发生了什么。2021年，刺戈真发表了一项涵盖全球180多个国家的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经突破5亿，而且预计到2045年会超过 7.8 亿。这其中超过 90% 都是第2型糖尿病，也就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那种。更可怕的是，糖尿病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增速远超高收入国家，因为全球化带来了高糖、高脂、高度加工的廉价食品，同时城市化让人们越来越久坐不动。而在亚洲，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亚洲人有一个基因层面的弱点。研究显示，亚洲人的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天生就比欧美白人弱一些。欧美白人可能要胖到 BMI 30以上才开始出现胰岛素阻抗，但亚洲人可能 BMI 只有24、25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医院经常看到一些看起来不胖的人却被诊断出糖尿病。他们可能体重正常，但腰围超标，内脏脂肪爆表。那位医师特别强调了一点，他说不要等到体检报告亮红灯才开始行动。他建议50岁以上的人每年至少做1次完整的代谢检查，不只是看空腹血糖，还要看糖化血色素、空腹胰岛素、三酸甘油酯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比值，尤其是三酸甘油酯除以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比值，如果超过3，就是胰岛素阻抗的强烈警讯。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很多医生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指标，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很多人忽略它。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间歇性断食对糖尿病前期的影响。间歇性断食最常见的形式是168断食法，就是一天之中有16个小时不吃东西，把所有饮食集中在8个小时的进食窗口内。2022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一篇综述文章指出，间歇性断食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度，减少内脏脂肪，降低慢性发炎指标。其背后的机制之一是，当你停止进食超过12小时后，身体会开始从燃糖模式切换到燃脂模式，更多的利用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当内脏脂肪开始被消耗，包裹在肝脏和胰脏周围的脂肪减少了，这些器官的功能就会逐渐恢复。但是要注意，间歇性断食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已经在服用降血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贸然断食可能导致低血糖，这是有危险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方法有兴趣，一定要先咨询你的医师。那位医师本人确实也尝试了温和版的间歇性断食，他选择的是不吃宵夜加上延后早餐，把进食窗口控制在大约10个小时左右，比严格的8小时宽松，但已经足够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来处理和清理代谢废物。说到这里，我想你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切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没错，糖尿病前期的本质不是血糖太高，血糖太高只是表面症状，它的本质是你整个代谢系统的失衡。胰岛素阻抗是引擎，内脏脂肪是燃料，慢性发炎是催化剂，
而你的日常习惯，你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就是控制这一切的遥控器。遥控器在你手上。那位医师后来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也开始用这套生活习惯优先的方法来指导他的病人。他说，有一位58岁的女性患者，糖化血色素 6.3%， 已经在前期的边缘摇摇欲坠。他没有马上开药，而是花了1个小时跟他详细解释胰岛素阻抗的机制，然后和他一起制定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生活计划。核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3件事。3个月后回诊，他的糖化血色素降到 5.5%，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说，医师，我真的没吃药啊，我只是吃饭变慢了，饭后去走路了，然后逼自己11点睡觉。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光靠改变生活习惯就完全逆转。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超过 6.5%， 或者你的胰脏功能已经严重受损，那药物治疗可能是必要的。但即使在需要用药的情况下，生活习惯的改变仍然是基础中的基础。所有的糖尿病治疗指南，无论是美国糖尿病学会还是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第一线的建议永远都是生活方式介入，药物是帮手，习惯才是根本。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如果你今年50岁，或者你身边有50岁以上的家人朋友，请把今天的内容告诉他们。第一，吃饭放慢速度，每餐至少20分钟，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第二，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站起来走路10到15分钟，哪怕只是在家里踱步也好。第三，晚上11点前上床睡觉，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这3件事零成本，不需要任何器材、任何药物、任何保健品，但它们的效果已经被大量的科学研究反复验证。糖尿病不是命中注定的，糖尿病前期更不是无法逆转的。你的身体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你愿意给它机会。50岁不是下坡路的起点，它可以是你重新掌控健康的转折点。那位医师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了这一点，无数的临床案例也在证明这一点。问题只在于，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改掉那3个看起来毫不起眼，却正在悄悄摧毁你代谢系统的坏习惯。遥控器在你手上，按下去一切都来得及。